这星期研究了黄桥烧饼，真的特别香酥好吃。大家仔细听听看看开头这2个烧饼有什么不同之处。今天这个视频我就给你们揭秘一下我新发现的一个算是知识点吧，也是无意间发现的。掌握了这个以后再做开酥类的点心，你想要它酥它就能酥，你想要它脆它就能脆。一定要先把这个视频收藏好，不然以后我怕你找不到了呢。黄桥烧饼是有馅儿的烧饼，馅儿的种类有很多。这个视频里做了3种馅儿，萝卜丝馅儿、溏心馅儿、肉松馅儿，都是经典馅儿。小锅里加点油，先把虾皮放到小锅里来炒一炒。这个虾皮是做萝卜丝馅儿用的。炒了5分钟，我觉得挺耽误时间的，然后我给它放到烤箱里了，上下火150度烤15分钟。没有预热烤箱，直接放进去的，然后打开烤箱，调好时间，等它烘烤结束就拿出来。但是因为自家烤箱都不同，自己也中途看着点，别给它烤糊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水皮给和上。平时做开酥点心不是都叫水油皮吗？这个叫水皮，因为它基本是不放油的，传统配方是不放油的。我放了一丢丢，这样能让面团更软更滋润一些，开酥的时候也不容易破。如果你不想放油的话也可以不放，但是水稍微加多一点，把面和得软一些。我试过不放油，做出来也挺好的。这个黄桥烧饼我真的做了好几遍。黄桥烧饼的这个水皮是用烫酵酥的做法做的，就是烫面加发面的做法。按照配方，先把猪油和面粉放在一起，然后再倒入开水，把面烫一下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成絮状，然后晾凉。等凉了以后，再加入干酵母和冰水或者常温水，再给它揉面，揉到表面光滑。如果是冬天做，就可以加常温水；夏天做最好加冰水。我是给它们手动混合成团以后，再放到厨师机里5档揉10分钟，然后转6档揉3分钟，就揉到这样的状态。如果面温比较高的话，就不太容易给它揉光滑。反正尽量给它揉光滑吧，不是还要发酵呢吗？发酵的时候还能产生一些面筋。虾皮烤好，取出放在一旁晾凉。趁着发酵的时间，把馅儿做一下。萝卜去皮擦丝。做一锅水，水开了以后，把萝卜丝放进去煮30秒，然后捞出。等凉了以后，把水分挤干。然后加一把香葱，再放一点猪板油，再放一点炒过的虾皮干，放糖、盐，最后再加，怕出水。再放点胡椒粉、香油，然后给它们拌匀就好了。如果你那个香葱水分比较多的话，那就包之前再把葱放进去，然后给它拌匀了，直接包。不喜欢吃萝卜馅的，喜欢吃甜馅的，也可以做点溏心馅。猪板油、细砂糖、蜂蜜或者糖桂花或者饴糖都可以，给它们拌匀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还有一个肉松馅，我看了一个纪录片，黄桥镇的一个老店介绍，说最传统的就是一甜一咸的馅儿，咸就是肉松馅，甜就是白糖馅。材料都放在一起拌匀就可以了，葱我还是后放。之前你们不是总问我肉松买什么牌子吗？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，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淡味肉松。这个肉松吃着也挺香的，脆脆的，味道挺淡的，微微的甜咸口。不过最好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做，如果比较懒的话，就可以买这个，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。我今天视频里给大家展示了3种馅的做法，你们可以任选其一或者其二做。反正我最爱吃的是肉松和萝卜丝馅的。再把油酥给做好，我就是用低筋粉加猪油给它混合搅拌均匀。要想讲究点呢，就给它再放到桌子上搓，给它搓酥，给它搓的特别特别细，一点面疙瘩都没有。那今天我就先不讲究了，下回再讲究吧。面发到2倍大就行，不需要发特别大，因为发太大了酸味太明显了，还要再加碱揉。那加碱揉有可能揉不均匀，那真的就悲剧了。体积2倍大，按下去有轻微回弹，然后就给它直接擀开。基本上是馅儿做好了，面也发好了，真的是一点都不耽误。擀开到油酥的2.5倍大左右，然后把油酥放上来，给它包上。一定要给它捏紧，这个头多流出来一点是没关系的，因为还要给它擀开，一擀它就没那么多了。如果你留的比较少的话，一擀开可能就会把油酥露出来了。这个面比较软，在案板上薄薄的撒一点面粉再擀，给它擀到差不多5到6毫米的厚度，擀成长方形，然后给它这样进行一个3折。
再90度转过来，再撒点粉，再继续擀开，也是擀到5毫米的厚度就可以停止了。这个猪油的操作起来比黄油的操作起来简单多了，一点也不漏油，也不会软。当然了，我室温也没那么高，如果室温太高的话，可能也容易漏。擀到5毫米左右，然后就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。稍微压一下，然后给它平均分成12份。因为正宗的黄桥烧饼就是很小一个，我今天做的这个方法也是挺正宗的做法了，我就叫它正宗的家庭版黄桥烧饼吧。因为老店里都是用老肥发酵的，在家做只是用了商业酵母，但是步骤基本上都是这个步骤了。还有一个不同，大部分老店可能是用小包酥的方法做，我也试过了，因为它是发面的，面又挺软的，小包酥对于我们在家做的话还是有些难度的，大包酥更好操作一些。分割好以后盖上松弛10分钟，然后给它擀开，把两头会露出油酥的地方给它折到中间来，然后再次给它擀开。擀的时候中间厚一点，边上薄一点，然后放上馅儿。如果你要想让酥皮的那个层次看上去明显一些的话，馅儿就不能放太多，皮也不能擀得太薄。如果你要想让这个萝卜丝馅儿吃起来能更香一些的话，那就再多加一点猪板油在里边。包的时候就这样一边压这个馅儿，然后一边转这个皮儿，慢慢的就可以包上了。只要你那个馅儿不太湿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。把接口捏紧，不过就算你没捏紧其实也没关系，萝卜丝也不会露出来。把接口压在下边，然后稍微整理一下，整理成一个小椭圆形，表面刷一层蛋液，再蘸上白芝麻，这样一个面胚就做好了。肉松馅也是包之前放上葱花，再拌匀，然后就可以包了。肉松馅特别好包。包好以后直接放到烤箱里烤就行了，不用发酵了。上下火200度左右，放入烤箱中层烤20分钟。烤的时候里边那个猪板油就会变成油，然后会流出来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流出来的油会被底下的面皮吸收，然后底下就会非常的香脆。这个黑芝麻呢是糖馅的，糖馅的是最容易露馅的。刚烤好的黄桥烧饼外边是酥的，非常的酥，酥的掉渣儿，然后里边特别的松软，看这层次，真的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糖馅在包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吃桂花味，还可以再放一点干桂花。这个糖馅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声音特别的脆？因为我用了不同的水和面。在听这个萝卜丝馅的切的时候，是不是声音就没有那么脆，是酥？看这个馅儿太多了，皮儿擀得太薄，所以分层就不明显。但是馅儿多的吃着可真过瘾啊！这肉松的吃着也非常香。看这肉松的是不是没有萝卜丝馅的软？哎嘿，现在我就给你们揭秘一下我发现的惊天大秘密啊，那就是用不同温度的水揉面做出来的口感是不同的。用100%开水烫面做出来的口感就是全酥的口感，一点都不脆，非常的酥。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呢，没有好好看教程，就是用全部的开水来烫这个面，然后把它揉好做出来的，一点凉水都没加啊。做出来以后这个口感就是特别的酥，但是一点脆的口感都没有，也是很好吃的。如果你喜欢全酥的口感，那就用100%的开水来烫面。就我第一次做这个，让我老公帮我尝，我老公说你这已经酥到极致了，太酥了。那相反，我用全冰水和面做出来就是特别脆的口感。这个糖馅的就是全冰水和面的。那它为什么组织不够软呢？因为我只用了1次发酵法，就是揉好面以后就直接包酥，没有发酵。那烤的时候它就没有膨胀的更大，内部就没有更软。那正宗黄桥烧饼的做法呢，它是半汤面，然后又多进行了1次发酵，所以它的口感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，就是又酥又脆，里边还非常的松软。我觉得黄桥烧饼真的是挺值得尝试的，真的是非常讲究，非常好吃的。那就期待大家的作业啦。